伯母，这是我为您挑的礼物，希望您能喜欢。来，坐吧。丁小姐还真是大方啊，第一次见面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。伯母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赵毅呢，一直跟我说，伯母你很年轻，很漂亮。今日一见，不但年轻漂亮，而且还这么有气质，以前一定是个大美人。赵毅他人好，脾气也好，对我也是非常的体贴。我看到赵毅就知道他有一个好母亲，希望伯母可以同意我们交往。真心喜欢？丁小姐，你以为我是2、3岁的孩子吗？你这一套只能哄住我那个单纯的傻儿子，可是哄不住我。你这样的女孩子，我见得多了。你想要什么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如果我们赵家不是现在这种状况，赵毅真的是一无所有，恐怕丁小姐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吧。伯母，我跟赵毅是真心相爱的，跟他的家世背景没有任何关系。就算他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一样喜欢他。是啊，妈，家辉他不是您想的那种人，我觉得您误会他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自有判断，用不着你来替他辩解。不是你又不了解他，你儿子，我真是不明白，放着长青那么出色的女孩子你不选，偏要找这么个……行了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，好吗？为了一个外人，你居然跟我顶嘴！伯母，我知道我的出身没有沈长青好，可是我对赵毅是真心的。您是长辈，也是过来人，你应该懂得，两个人真心相爱比什么都重要。哼，瞧瞧，说的多好听啊！你的意思是我看中的是沈家的家产？你错了，我们赵家选儿媳妇，可以不在乎对方的样貌、家世和学历，可以什么都不计较，但是至少人品要好，不能心面不一。就算长青不是沈家的人，我也一样喜欢她。那孩子懂事善良，不是一般的女孩子能比得了的。我们赵家虽然不是什么名门大户，但也不是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进来的。好了，丁小姐，我还有事儿，先失陪了。这个包你拿回去吧，这么名贵的包，不是我这种人用得起的。妈，佳慧，佳慧，佳慧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刚才是我妈做的太过分了，但她是我妈呀，对不对？我也没办法，而且我妈在家里是一把手，我爸都怕她。你就当是为了我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赵毅，你妈妈怎么能那么说呢？什么都拿我跟沈长青比。沈长青到底哪里比我强了？他不就是有沈家大小姐的身份，比我有钱有势吗？赵毅，你要知道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他怎么就看不到我的真心呢？我知道，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。给我点时间，我去说服我妈。真的？真的。跟赵姨妈妈谈得怎么样？怎么不顺利啊？还说呢，都是这个包惹的祸。妈妈，你知道赵毅的妈妈是谁吗？就是那天在商场被我抢了包的那个女人。真是够冤家路窄的。怎么这么巧？妈妈，那个母老虎特别厉害，当我的面让我下不来台，不但处处拿我跟沈长青相比，还叫他儿子赵毅不要跟我来往了。说什么看中了沈长青人品好，我觉得还不是因为沈家有钱吗？
我才不相信他的鬼话呢。那赵毅怎么说？赵毅啊，哼，他呀早就被我迷得已经不分东南西北了，当然不会听他妈妈的话了。听说赵毅的妈妈可是个厉害的女人，连赵毅他爸都得听她的。要是他妈妈不同意你们的事，你和赵毅的关系还真有点悬。哼，赵毅他妈妈越是不同意，我就越是要抓住他儿子不放。明天赵毅要举办生日宴，我会公开我和赵毅的关系，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了。我倒是要看看他还能怎么样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朋友丁佳慧。这就是他的女朋友。哇，这么漂亮啊！哎，赵毅，你小子行啊，偷偷找了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也不早点告诉我们。就是，你小子眼福不小，我怎么就找不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呢？你长成这样，你怎么找啊你？长青啊，你来了，你可是好久都没有来看阿姨了。阿姨，伯母你好。长青啊，以后啊要多来玩啊，让赵毅多陪你出去走走。阿姨，我最近挺好的，就是家里有点事情。不过您放心，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。好了，你有叔叔的事情阿姨知道了，不要想太多，让赵毅多抽点时间陪陪你啊。谢谢阿姨。哎，朋友们，今天是我们寿星的生日，我们有请赵毅和他的女伴跳第一支舞。来，赵毅，长青今天是我们家的贵宾，你来请她跳第一支舞。妈，佳慧是我女朋友，再说我也答应她跳第一支舞了。我不管你在这之前答应了谁，反正你今天必须陪长青跳第一支舞。不是，阿姨，长青你别管，在这儿就听阿姨的啊。赵毅，音乐都响了半天了，还不赶快请长青跳第一支舞？阿姨，算了吧。赵毅，过来呀！妈。阿姨，长青已经答应做我的舞伴了，你还是让赵毅请他的女朋友跳舞吧。来，跳支舞吧，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好啊，来，会跳。哎，没事，我带着你。来，我跟着我的步子就行了。哎，没事吧？谁答应你我会做你的舞伴了？你不用太感谢我，我不是真的想请你跳舞，我只是不想让赵毅太为难。谁不是呢？你以为我想跟你跳舞啊？那就好。林医生，你不会这么没有绅士风度吧？我是你的女伴，你就让我干站在这里吗？
赵毅，你妈妈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要是林浩不出现的话，你是不是真的会请沈长清跳第一支舞啊？好了，我妈就那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别不开心啊。嗯。林大医生，你再这样踩下去的话，我的脚都要进急诊室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这样好了，既然你不会跳舞的话，那我就教你一个简单的，我保证你一学就会。等一下。我喜欢这个。佳慧，走，我们也去跳。跳什么呀？你看那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舞啊！要跳你去跳，我才不稀罕呢。一起来跳啊！很过瘾吧？干杯！好久啊！没想到长健姑娘平时看着这么文静，跳起舞来还挺厉害的。谢谢你啊！就是啊，长青啊，你刚才跳的那一段，瞬间 hold 住全场了。就是，就他这样跳舞才叫跳舞，才叫嗨，对不对？多谢夸奖，就爱出风头，只要大家开心就好了。来来，敬我们长青啊！来，各位，今天呢是我男朋友赵毅的生日，我呢就先干为敬，敬赵毅一杯。谢谢佳慧。好。这个酒很烈的，你慢一点喝。1年1次的生日，难得大家聚在一起这么开心，我多喝一点又算什么呢？来，这一次我敬大家一杯啊！哎，这个让我来，我先来敬这一杯啊！来，干了！啊，我的酒没有了，我再拿一杯。手下留情啊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少喝点。好，少喝一点。再来一圈！别喝那么多啊！好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没问题。你们不行，只要大家高兴，一圈就一圈啊！等一下，佳慧，佳慧，刚才是谁啊？来，我来了，干了啊！哎，好。佳慧，你已经喝太多了，别再喝了，佳慧。别，你们就别起哄了，别起哄了，佳慧，你不能再喝了，你现在已经喝多了，知道吗？佳慧，你们别闹了，别再让他喝了。还有谁？再来一杯。佳慧，你不能再喝了，佳慧。没事。我来。没关系。好了，我来给大哥，好不好？干了。慢点。别走，再跟我喝一杯。都别走。来，躺下。别走。
有本事你还喝呀，逞强！你先歇着，我去泡杯茶。别走，我不想一个人。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我？佳慧，你相信我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可是，如果你妈妈不同意怎么办？我妈那边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会说服她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哪怕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们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来玩游戏了，来玩游戏。等会儿，先男生和女生分开。来，男生这边，男生这边，女生那边。来，听好了，这个游戏很好玩。来，大家排好队，大家请坐，请坐。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转叉子。我转的叉子，插头和插尾那2个人，如果是2个男人，就让他们扳个手腕；如果是2个女孩呢？就让他们跳肚皮舞，好不好？如果是1男1女，就让他们 kiss 一下，kiss 一下，好不好 ？kiss 一下啊！你这不是存心占我们女孩子便宜吗？没有，我们又不是真亲。来，当，美吧，帅吧？这个游戏呢，只要你亲到上面美女和帅哥的嘴唇，就算亲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先转第1轮。哇，寿星！来，起来，寿星！来，起来 ，kiss，就这样。哎呀，亲自己女朋友，你脸红什么呀？来，第2轮。哇，没有这么巧吧？0号和常青，亲一个！哎呀，别害羞嘛！喂，别闹了，过分了啊！哎呀，隔着一张纸呢！亲一个！哎，快点儿！没亲到吧？没亲到，这次不算。来，再来一次啊！来 ，kiss。我们采访一下沈长青小姐，这是您的初吻吗？哎，快去啊，追回来！
天你们玩的怎么样啊？尽兴吗？还行吧。嗯。对了，昨天晚上敬完酒以后你去哪儿了？很长时间都没看到你。啊，我去醒酒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差一点忘了。来，给你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慈善晚宴的请柬。慈善晚宴？这都是由爱心的企业家夫人们举办的活动。其实这些都是有意义的。不过你也应该熟悉这样的场合了，雅琴啊，等我们结了婚以后，少不了这样的应酬。这次我让你出席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可千万别给我丢人呢！啊！哎，这什么时候啊？上面写了，这个星期六的晚上。哎，长青啊，你陪阿姨一块儿去。你阿姨有些事情呢没有经历过，你呀在旁边多照应一些啊。我不去，我最不喜欢去这种地方了。长青啊，你现在连爸爸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好好好，但是只有这一次啊。长青啊，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，你要多照看着你阿姨一点，免得她闹出什么笑话来啊。知道啦，我尽力就是了。好，吃饭。那母女俩一肚子坏事，你一定得小心。容妈，你也要小心，离那个丁雅琴远一点。她利用假怀孕的事情蒙骗爸爸，总有一天，她会找一个替死鬼为自己解脱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必须要早做准备。你想到方法了？既然他想捉弄我们，那我们不如将计就计。我找机会在爸爸面前揭穿她假怀孕的事情，让爸爸知道她的真面目。哎呀，可是你这样，容妈，怎么了？孩子，你还小，很多事你还看不明白。容妈一辈子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所以啊，我总觉得有些事情你爸爸是知道的。不会的，我爸爸每天工作那么忙，他一定不知道家里的事情。如果他要是知道丁雅琴是那样的女人，他就不会要娶她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记住欧叔叔生前的那句话：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假失忆，你爸爸也不行啊。漂亮了，简直就像个皇后。你这样去参加晚宴，一定会轰动全场。那我要是皇后的话，你就是公主了。看你多漂亮！到那儿以后，肯定所有人都会猜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啊？这么漂亮。设计师，你看我配上这个皮草怎么样？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重大的场合，我觉得呀，还是隆重一些比较好。夫人，我觉得你已经很完美了。这件皮草其实不用穿也可以啊。长青，你觉得呢？怎么样啊？这件？阿姨，你穿的衣服和佩戴的首饰，都是今年法国名师的最新设计。再说了，咱们参加的是慈善晚宴，我觉得还是简单一点比较好。啊，妈，你别听他们的，现在的明星都这么搭配。我觉得你配这个皮草特别好看，显得特别高贵，而且气质非常优雅。爸爸，是吗？长青啊，你阿姨怀孕了，要好好照顾她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可是阿姨她毕竟怀孕了，不太方便，要不然还是让她不要去了。我怕万一我要是照顾不周。长青，喂，魏森呐。哎，没关系的，佳慧陪我一起去，她会照顾我的。哎，对，你放心好了啊。再见。
你爸爸现在也真是的，每天早上上班啊，都问我这问我那的，生怕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什么闪失。唉，是啊，我爸爸非常在乎这个孩子。所以阿姨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。那当然。我去换衣服了。妈，你看把他给气的，真是太痛快了。这算什么？好戏在后头呢。小姐，咱们现在走吧。好。3个人挤一辆车啊，寒不寒碜？阿姨，要不然你跟佳慧坐一辆车，我自己坐这辆就好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佳慧，走吧。来，小姐。妈，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。你再看看那个沈长清，穿的不知多寒酸，胸前还别了一朵那么丑的花。待会儿啊，看他怎么在别人面前出糗。哎，你好，高太太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高太太你好。嘿，长青啊，你来啦！阿姨，有段日子不见了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高阿姨，谢谢。哟，这2位是？啊，阿姨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，是我爸爸的现任女友，丁雅琴女士。她边上的这位呢，是她的女儿丁佳慧小姐。哟，丁女士真是美艳不可方物啊！加上这身打扮，真是靓丽抢眼。今晚啊，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场的焦点。潘先生找像您这样的女朋友，真是艳福不浅呢。早就听说高太太啊是大慈善家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。啊，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来参加这样的盛会，也希望我为慈善事业能尽一些绵薄之力。谢谢。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丁佳慧。佳慧，见过高太太。高阿姨你好。丁小姐真是漂亮啊！啊？这不是那枚古董胸花吗？天哪，长青，我对这胸花真是倾慕已久，到处寻找，哎，怎么竟然在你这里呀？哎呦，这是我外公以前在国外拍卖得来的，然后他就送给了我妈妈。我妈妈过世以后，就一直在我手里。哇，真是太漂亮了！高阿姨，您过奖了。高太太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再聊啊？啊，里面请。走吧，长青。阿姨，有什么事吗？长青啊，你是不是忘了在家里你爸爸对你说什么了？我爸爸说什么了？他不是说让你好好照顾我们吗？我没有吗？我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你们了。可你是怎么介绍的？嗯？你本来就是我爸爸的女朋友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长青啊，自从你妈妈去世以后，我一直拿你当亲生女儿看待。我自问，对你没有什么照顾不周到的地方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呢？阿姨，我看是你想多了，我没有不接受你啊。好了，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
坐吧，阿姨。嗯。哎，朝清，你来了。听说你病了，好久没见你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陈阿姨，谢谢关心。哎呀，那就太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看你呀，是越来越漂亮了。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潘太太，是长青的母亲。哦，哟，这位就是潘董事长未来的新太太呀，真漂亮。这身上皮毛裘锦、珠光宝气的，看着真富贵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怀孕了，身体有些不太舒服。我丈夫特别心疼我，就买了一些钻石来给我压惊。您说那丁女士也太嚣张了，她难道不知道我们这次晚会的宗旨就是绿色环保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动物反皮毛的吗？你看她那样，不是明目张胆的拆我们台吗？看她那样子啊，就知道没什么文化，这连最起码的礼数都不懂。今天要不是看在她怀了孕的份上，我早把她撵出去了。这个潘董啊，真是没眼光。凭他现在的身价，想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不行啊？这把年纪的女人啊，当然是要先怀孕，母凭子贵，才能站稳脚跟。哦，原来是奉子成婚啊，怪不得长青不喜欢他们呢。这换作是我就有多远躲多远，省得跟着他们丢人。长青啊，你丁阿姨什么也不懂，一会儿那个慈善晚宴上你给我盯紧一点，可别让她给我闹出什么笑话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爸爸。喂，潘先生，哪位啊？我是欧海洋的商务助理。你有什么事？我手上有一份关于潘先生的资料，是我的前任老板欧海洋让我调查的。可惜欧先生已经过世了。这些资料呢，在我手上也没什么用处。我想，不知道潘先生有没有兴趣谈谈呢？欧海洋，他让你调查我？是的。欧先生现在已经死了，我最近手头比较紧。我想来想去，也许潘先生会对这份资料感兴趣，找时间谈一谈。欧海洋，谁的电话？爸爸给我打的电话。爸爸？他跟你说什么？爸爸让我看着你们，不要给他丢脸。谁要你看了？哎，长青，你这个胸针真的是古董吗？是不是古董对我来说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是我外公留给我的纪念。沈氏集团的创始人沈振岳老先生是我们慈善基金的大力支持者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有请他的孙女沈氏集团沈长青小姐上台来给我们讲几句话，大家欢迎。晚上好，
我们这个慈善基金的宗旨是绿色环保。那环保是什么呢？有的人说它非常复杂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它却很简单。就像我刚才的这条裙子一样，撕掉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，它不但没有影响它的美感，反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。其实环保就是简化我们的生活。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今晚我们的慈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在这里呢，我首先感谢大家对慈善事业的鼎力支持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将现场拍卖大家所捐出的拍卖品，所得的善款全部捐给绿色地球基金会。我们有请拍卖师上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进行今天晚上第1次拍卖。我们拍卖的物品是由刘女士所捐赠的珍珠项链一副。好，请出价。我出3万。好，3万。有没有比3万更高的价格呢？3万5。3万5千元。还有没有比3万5千元更高的价格呢？4万。好，4万。4万第1次，4万第2次，4万第3次，成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物品呢，是由丁女士所捐赠的钻石耳环一副。钻石耳环一副。看，这就是我捐赠的那对耳环。哎，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，咱们再花20万把它给拍回去。请出价。15万。15万。17万5。17万5。20万。好，20万。有没有比20万更高的价格？30万。30万。好，这位女士出价30万。丁女士，你还加吗？妈，爸爸只打算捐20万，现在多出那么多钱，他一定会生气的。可是，如果现在顶不下去的话，咱们自己标出去的东西都标不回来，让别人怎么看我？可是，40万。好，40万。丁女士出价40万，那有没有比40万更高的价格呢？50万。50万。哇，这位女孩子出价50万，看来我们这副耳环真的是非常吸引女士的。那有没有比50万更高的价格呢？妈，都已经50万了，算了，太多了。反正我们已经捐了东西，就算是做了善事了，行吗，妈啊？自己做不了主，出钱太多了，回去可没法交代，看他怎么办。我刚才还和人家说呢，你爸爸多么在意我，多么重视我。我现在连个几10万我都做不了主，人家怎么看我？长青啊，你说咱们沈氏集团连自己标的东西都拍不回来，是不是让人笑话？你说对不对啊？阿姨，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不然的话，我给爸爸打电话吧。啊，你等一下。不，长青，不要给你爸爸打电话。你爸爸今天要会见重要的客人，不要打扰他。50万第1次。55万。55万。丁女士出价55万。58万。58万。60万。60万。丁女士果真是善心人呐，让我们大家给一些掌声。好，现在丁女士出了60万，那有没有比60万更高的价格呢？60万第1次。60万。60万第2次。65万。65万。有没有比65万更高的价格？80万。成交。
女士果然是大善人呐，让我们再次给她热烈的掌声。本来我是很喜欢那副耳环，很想把它拍下来。笑一下。 60多万嘛，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很划算的，而且呢还做了善事。不过呢，对方好像志在必得，君子不夺人所好，我就只好放弃了。相信丁女士也不会在意的。丁女士是不是啊？是的，当然，做善事嘛。这下你怎么跟爸爸解释啊？